很肥，你看这么肥，哦，你看，好。蚵仔煎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山水画。用地瓜粉或木薯粉煎出来的饼，它有黄色、白色的蛋，还有绿色的烤白菜，中间会有灰色的蚵仔，加上红色的酱。我们从小的地理课本都会学说，我们有北回归线通过，尤其嘉义东石，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就是在副热带跟热带的交界处。蚵对于温度是很敏感，它还在苗的阶段，大概是20度以下。那它长大一点，对于温度的耐受性就再高一点，28度以下都可以让它长大。蚵仔生长的地方是在所谓潮间带。嘉义东石刚好它海水的条件、干净度、pH 值很适合蚵仔的生长，所以也就造就了东石可以变成我们台湾蚵仔的生产的中心。台湾的蚵啊，现阶段分3种养殖方法，一个是叫做平挂式，它就是把蚵仔的壳串在一条线上，每一条线都是平行的挂着，是比较适合放在浅海的地方的。另外一个叫做棚架式，串好之后，它是像钓鱼一样，一根一根往深海里面走。第3个叫做浮棚式，以前早期是用竹子，后来有一个阶段是使用保丽龙，那因为环境保护的问题，现在渐渐的又使用回竹子。它的好处是，当浪来的时候，它可以一直载浮载沉，不会受到季节气候影响太多。目睭天开就准备要来挑蚵仔收成了，收这蚵毛，每天现捞现捡。现剪。如果5点多出去的话，正常10点那边回来。咱家好担心啊，看中到时哦，这个风浪会比较大，而且像现在夏天啊，你早一点去，早一点回来，就比较不会那么热。尽量早点去，不然太阳出来，在海里面真的很热呢。我走进前3代就拢做这，我阿公就咧饲蚵仔，搁来放互阮爸，阮爸再搁放互我。即马就靠阮囝啦，我叫伊出去外口混走，莫搁踮遮淋海水。你要看，这是要先看蚵仔肥不肥啊，才开始剪。矿泉水冲一下，真的可以吃啊！可是要矿泉水冲一下比较好。我们这个是浮华式的深海养殖法。虽然说我在养蚵，其实我制造一个环境，让它们附着，方便我收成。最怕的就是台风，如果台风来了，全部没有了，我就那一年就要喝西北风了。今天收了几篮？今天收12笼。
那个品种，以前他们说这是什么葡萄牙牡蛎，可是后来证明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种的葡萄牙牡蛎，是那个时候郑成功那个时候荷兰他们带我们这边的牡蛎过去，变成他们的牡蛎。哎，我们这边的牡蛎跟日本的那个广岛那个品种都不一样哦。那个日本的那边是太平洋牡蛎，我们的生长速度快，比他们那个广岛的那个什么生蚝啊，那个都要3年以上。可是我们如果真正的养3年的话，我们的牡蛎也可以比他们的还大。我们1年就已经跟他们的牡蛎就差不多了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去年差不多8月过后复苗的，再慢慢让它长大，长到差不多已经1年了，1年了才可以长这么大。肥啊，肥就是品质好，对我们来说。重量上的规定吗？哎，就是没有啊。现在要怎样？假如说你就是要看这个，这个有这个肥肥的，我们东石就是强调就是牛奶科，这个有这个白白的牛奶的颜色，这叫做肥。我们东石它强调的就是牛奶科，也可以说是 No.1 的。东石蚵仔赞，不是我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是真的，我们的品质绝对不输人家的。外面可能都是要100块的品质，我们都你看，这是我青山鲜科的品质。打开哦，这个一定漂亮，因为它有这个厚度。那你开不肥的话，你老皮啊，哇，你看，今天媲美了日本生蚝。你看你的手，你的手，你看，没老土耶啦。超赞哦！天哪，这个水要吃。那刚才那个在外面，等一下再吃的，你放着。来我这边买的一定是东石科。但是这2天是真的肥起来了，这2天是 OK 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你在打广告？绘画当然要打广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你把它剪看看。看他们怎么去剪。鹅啊，就是台湾人好像很爱吃，可能最常出现是鹅啊汤或者是鹅啊面线，然后鹅啊酥，大家应该没有人不爱。鹅啊蒸，这间店它最刚开始不是在地小吃，因为以前这边没有观光客，所以没有小吃需求。这间店的前身是自助餐，然后是因为这里渔人码头落成，有游客进来，那游客进来就需要吃嘛，那妈妈就想说，蚵卷、虾卷又是我们板的猪肉盘，再煎一个蚵仔煎。这是东石的第一家开蚵仔煎的店，然后10年前我们重新整个大装潢，因为我们希望说你要转型，你一定要先把你的门面顾好，你客人有了，你的人流有，让客人就觉得说你这间店，第一个它是卫生的，它是舒服的，东西好吃，这是一定要的，这是基本的嘛。那你要如何让客人到这个地方，他是想要来这一家，这是跟父母竞争讨论之后，他们虽然还是会反对，说为什么要装潢啊什么？我说你不走。你不走，人别人走，你就是这里人后边，你想要把它做第一类，所以我们就是后来就决定好，那就是重新大装潢，才会变成你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门面这样子。后来整个东石看到商机，才会陆陆续续的1家、2家、3家的蚵仔煎开始陆陆续续的出来这样子。我们这个口感跟以前吃到的蚵仔煎的口感是不一样。这样子的东西可以一直延续，而不是只是时间久了就松散了，或者时间久了就味道变了。对，我们希望的好的东西是可以延续的。
我们蚵仔煎的制作过程，它有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蚵仔煎本体的主体的部分。蚵仔煎的好不好吃，第一个是蚵仔你够不够新鲜，并强调我们要在地的东石科。放菜的时候会尽量集中，好让它不会散掉。然后再来就是粉浆的比例。我们煎出来的蚵仔煎的外面会有一层酥脆的外圈，然后里面是 Q 的，对，所以你在吃一盘蚵仔煎，你就可以吃到2种口感。酱料的部分，一刚开始的酱料呢，也是一般大家吃到蚵仔煎的传统酱料。我爸爸就觉得说，那既然我们的糖醋酱这么有名，然后大家那么喜欢，那为什么不要把我们糖醋酱的元素带入到蚵仔煎里面，然后变成自己的特色口味？是我们经过8小时去熬煮，它会凸显蚵仔本身的甜度出来。我觉得台湾的蚵仔煎有一个很重要的精华，是它那个酱。那个酱里面的元素有味噌、有番茄酱、甜辣酱这几个东西，大家仔细去看，其实它跟台湾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怎么样子把这几个东西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台湾很特别的一个酱料味觉记忆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，要教给那些外国朋友的一件事情。会加这个花生粉，其实原本是没有加的。那是客人给我们的回馈，他说你们蚵仔煎很好吃，但是整个起来就是好像少了一个特殊性。对，然后我妈妈就说，那我们这边就是6角蒜头那边就很多的花生，那这是很在地的东西。加了之后呢，它第一个它花生的香气提升了酱料本身的味道之外，然后也增加另外一个口感。中部跟北部最多的还是那种黏黏糊糊的，然后做这种脆的比较少，因为这个要花时间煎，你不会是可能为了要生意的流转率要快一点，这个要比较久。蚵仔煎我有一阵子没有吃，因为毕竟在北部其实很少人卖，你只有去特定那几个地方。啊，你不生活在那里，其实真的也很少去。我认为北部的蚵仔煎最后面那个结尾会是甜的。我觉得它酱料做酸，像你刚刚说的，可能他想要为了那个蚵仔的味道更凸显。那我觉得重点在于，我个人认为是，要用比较多油去煎它，那它酱料放一点酸，吃起来会平衡。对它或许你就是你和在一起吃平衡，但是你分开吃，我刚吃了这么多口，我觉得它就是最后面就是酸的做结尾。这个蚵仔煲仔饭，它不是很浓烈的味道吧？我刚吃是蛮顺的，可以一口接一口，然后有猪油香、有葱香、青葱的香味，然后蚵仔蛮好的。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过，我喜欢吃有一点焦的蚵仔煎？我的蚵仔煎要煎的有一点脆脆。那除了火力之外，其实我有偷看过那个老板的一个小技巧，是他先拿一个勺子舀粉浆水，然后他先在煎好的蚵仔的边边先一点，让那些粉浆非常均匀的铺在旁边，然后让它煎脆煎干。所以它就会形成旁边有一点焦焦脆脆的，然后中间是软软我们熟悉的那个
鼻涕的感觉，所以整个蚵仔煎吃起来的口味跟口感的层次就会非常多，你可以吃得到脆脆的，满足你口腔的那个感觉。有一个机缘跟个机会，我看到科农出海钓棚，然后去巡科，我觉得很辛苦的工作。靠天吃饭，日晒雨淋，然后那个手啊都很粗糙啊，皮肤被晒得黝黑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有关于蚵仔的菜肴？那我就想到一个很代表台湾的蚵仔煎。我们餐厅的外国客人或者是亚洲客人，有时候一半一半。欧美那边的人，他们也不喜欢吃我们那种蚵仔煎的糊糊的面皮，所以我想说，那因为他们喜欢酥脆的东西，我就把那个面糊做成一个壳。因为潮间带的生态很丰富，你去看一个海岸，如果它的潮间带生态是很死的，那表示这个海洋已经快死掉了。对，所以我想要用很多概念来去讲土地、人、海洋这些东西，它是环环紧扣在一起。我们有用那个石盘代表岩石、海岸线嘛，海藻它就是一个循环的生态，因为蚵仔要吃浮游生物，它才会长大。上面的这个壳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他们的小船，然后载着所有人的希望出海巡科，满载而归这样子。一直都觉得台湾小吃它的技术层面其实是很高的，大家只要花一点点钱，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大满足的一个东西。我常常说小吃大餐，虽然它是一个小吃，可是它对台湾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疗愈身心的一个大餐。